大家看到没有？刚才过去这家猪肉店铺用的这个灯光和别人有一点不一样，它的灯光带有一点紫色，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答案马上揭晓。因为在这个紫色灯光下，就算猪肉有一点不新鲜，看上去也会比较有光泽感觉会很新鲜。所以大家如果在中国旅游居住，如果需要购买猪肉，碰到这种用紫红色灯光的店铺，需要多留一个心，防止店主用这个不新鲜的猪肉来冒充新鲜猪肉教给大家一个小常识。刚才过去这家猪肉店铺也用的这个紫色灯光，大家注意到了吗？话说回来这2周住帐篷其实还是睡不好。今天我联系到了一个旅馆老板，他说可以30块钱一个晚上，让我住2晚上。如果实在没有钱的话，可以先欠着，等我发了工资再给。其实这样算起来的话，一个月旅馆也要900块钱左右的房租，但是短期的资金压力没有月租小区的单间这么大。地点在鲤鱼池，我不知道鲤鱼池是在江北区还是在渝北区根据老板给的地址，需要穿过这一片混乱的菜市场和城中村街区。管他的，先去吧 ，Let's go， 和我一起探索重庆的街道。如果大家喜欢频道节目，欢迎大家给我点赞订阅，支持一下我，谢谢。红姐一般都是渔民的人嘛。上车子没带的。不是要那把要考试了就。那他还是光杆都吃完了呀，还那么多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建筑吗？这些都是后加装的电梯这些房子大多数是上个世纪80年代修建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还年轻嘛，加之经济不发达，
规划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这个电梯的问题。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的老去和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加速，老去无力爬楼的居民们就自己凑钱修建了这些电梯。我们看看这个电梯的入口就是这个样子。Cat. Hello Kitty. Come here. Come here. Come here.
大家看这个轻轨运行的画面有没有日本东京的样子呢？科普一下，在重庆2号线的建设中，日本的海外铁道技术协会 JARTS 提供了系统整套的咨询服务，日立提供了车辆倒插、转向架，日本信号提供了信号装置的技术指导等。当时还有一个大背景，就是从1979年开始，日本对中国的实施政府开发援助 ODA， 包括日元贷款、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等。从那个时候起就支持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发展。自1998年至2015年的这17年间，日本有16年都是世界各国援助中国金额最多的，有3年排第2位，有3年排第3位。然后，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啊，日本在中国花了这么多钱，做了这么多项目。2019年，日本产经新闻前往贵州的山村进行采访，在那20年前的1999年，日本政府为一个贵州的山村建上了这个蓄水槽和水道，20年后一切都还可以正常使用。村民们说，别的水利设施早就不能用了，只有这个还能用，也就是日本政府援建这个，但也不知道是谁出的钱，当地村民不知道。同时呢，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来到重庆，这里有中国第一条单轨铁路，就是穿楼而过的李子坝轻轨，在这个抖音上人气很高，大家都纷纷围着拍照，但几乎没有人知道，这条2006年开通的云轨，其建设费的60%都是日本支援的，而且不止如此，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单轨铁路建设的技术和经验，日立制作所提供的模型车辆，东京单轨铁路负责了员工培训。那是个没有日本的技术和资金就没办法实现的项目，记者采访了轨道运营公司，连当地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这条轨道和日本还有关系，日本记者对此十分感慨。日本的援助只是增加了中国的国力，但国民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。但是我这里要说一句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知道，我就知道，我仅代表我自己，谢谢你们。这几个汉字的意思是长安福特，应该是